你得替我照顾好我妹。旅长，这把勃朗宁跟你桌子上这一把是一对，是当时我在重庆的时候花重金淘到的2把枪。我找到妹妹的时候送了她一把，这一把我一直佩在身上。送给你了。谢谢旅长。忙吧。旅长慢走。好了，谢谢。穿上吧。这枪是哪儿来的？你哥送给俺的。我哥。说是谢谢俺保护你。大佐、これは京州付近の村で物色した名簿で、いずれもシード通訳として育成できるものです。もし問題がなければ、ここにサインを。すぐにトレーニングを手配します。この通訳養成のプログラムは非常に重要だ。成功したらこの人たちを各地に繰り込んで情報を集めてもらえるし、皇軍が騒動する時の案内役として使えるし、遊撃隊の活動を抑制することもできる。パーサー、はい。この件はよろしく頼む。任せられて光栄です。では大佐、ごゆっくり。大佐か。田原君、お怪我はどうですか？数名のやつに腕をやられた。けど帝国の容姿は死んでも怖くないのに、腕一分くらいは何ともない。ただ黒川将軍から電報が命取りだ。黒川将軍は何と言いましたか？私も君もボロクソだ。今回の事件のせいで韓国軍の攻撃作戦がみっくりになった。それから私たちは大和民族の罪人だ。君から解釈刀ってこりだ。一緒に自殺して謝罪しろ。大佐か、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今は前よりももっと安全を確保する道を。7日の後に次の黄軍を輸送出します。田原君、君の言う通りだ。でもこの山道屋の山奥にあちこち遊撃隊の待ち伏せをだらけなのに、安全なコースなんかどこであるか。それは確かに困りますけど、でも別の対策があります。陸将、無理である以上は空を行こうではないか。空へ飛行場がありますよね。黒川将軍に願って風山から飛行機を回して黄軍を飛行機で輸送だ。遊撃隊がそこまでは届くのか？田原君、君は頼りになるね。よし、ごゆっくり休んでください。すぐに戻って発砲します。田原君に頼んだぞ。はい。古君、午前結構忙しかったね。やっと休憩できます。あ、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お茶を飲んで。よし。どうぞお茶を。
老乡，这个活儿。哦。我看小鬼子就是让我们给逼疯了，想用空中运输的办法，还想用老子修的机场，做他娘的梦！从陕州运送到洛阳，虽然运输成本高，但是安全性确实是十分可靠。从矿场到机场路线并不算远，只要小鬼子在沿途严加防范，对我们打伏击战非常不利。直接把机场给炸了，截断他们的运输途径。可是金矿怎么办？只要一天不摧毁金矿，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黄金产出。即使炸掉机场，小鬼子还是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运输。你一直说金矿的事儿，但是咱们现在不是没有想出更好的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嘛，对吧？哥，啊，有句话，不知道能不能说。说，不是讨论战事呢吗？说。我觉得啊，你就是不想自己修的机场被敌人占领，所以才一心把它当成攻打目标。可是机场重兵把守，万一出了纰漏，你的独立旅非常危险。那个，你小瞧你哥了啊！哎，文奎，谁也没小瞧你。来，坐下吧，来，快！是，那个我承认，我是有私心，但是我是一个职业的军人啊，对吧？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我打仗之前分析双方敌我的这个，对吧？所以我是吧，老李？是，没人否认你。这样吧，既然大家觉得两边的事情都至关重要，那我们就兵分两路，把机场还有矿场一起拿下，一劳永逸，怎么样？我觉得上官英同志这个说法很对。分散兵力会不会影响我们攻打金矿和机场？他们可是驻扎了重兵防守。既然是奇袭，当然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在于进攻的人数，而在于我们的战术精准到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哎，现在菜包子的想法跟我的想法越来越像了啊！小时候咱俩就一直对着干，现在看来是越来越有默契了。孙文奎，在抗战的这件事情上，咱们俩一直很有默契。行，那咱们就分头行动。俺想去矿场附近再勘测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出一条能快速撤离老百姓的路。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咱们也不至于被动。可以，到时候我和你再去实地勘察一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回部队，让我兄弟们准备一些弹药，把机场重新给它修理一下。等我消息。指着你了。快点！快点！什么事？对呀，老徐啊，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行动啊？大小姐和蔡大队长有没有个准信儿？他们还在商量中，计划一定要严密，否则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就算炸掉了金矿，老百姓也不一定能够活着离开。唉，话是这么说，小鬼子这几天逼得很紧，大家都快忍不住了。哎，我担心呀，还没被战死，就被他们折磨死了。如果不出我所料，大队长的计划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让大家再等个1、2天，到时候一有消息，我立刻通知大家。好吧，我会安抚好大家。我相信大小姐和蔡大队长不会丢下我们不管。对，他们肯定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让大家做好准备就是，一定要活下去，
我们马上就能见到光明了。フヤンからの電報だ。将軍が要請を強化しました。3日の後で輸送機をシャンシュの飛行場まで。3日早すぎるな。黒川将軍は随分焦ってらっしゃるね。採掘先はあと何日だ。3日間で間に合うかな。ご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労働者を残業させてやるから、王軍を3日以内に箱詰めをします。着陸地帯に飛行機に積み込んで送ります。田原君の仕事の効率を謳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くて、遊撃隊がまた待ち伏せるじゃないかと心配する。あの連中は報道に狐みたいだな。集団も好きから好きと出てくるし、うっかりするとやられてしまう。すっごくムカつく。ご心配はしないで。輸送道のその近くに相当を繰り返して奴らをサンダー園から追い出せば、それでは問題ないんだ。私が金庫と飛行場こそ真の的だと思います。この2つ場所に私の大軍を繰り込んでいる。だからあの連城は攻撃しないはずだ。大佐の言った通りに八郎軍の部隊が狐のようにずるいから防がなくては。そうだね。田原君は正しい。もし奴らの狙撃に対策を取らないときっといっぱい食わされる。ここ数日キングの勝負は君に任せて、空港の方に私がもっと人を来るから、絶対奴らに隙間に与えないぞ。では先に失礼します。少佐。ハムさん、いつ来てんだ。来たところです。少佐は大佐と打ち合わせをしていたので、お邪魔するのを遠慮してしました。ハンサー、入りたまえ。はい、失礼します、田原少佐。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找着，原来走过的倒是忘得差不多了。你放心吧，咱们走过的路都在俺脑子里呢。你瞧，那不是矿洞吗？没想到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观察位。这个地方让我想到了比观察位更好的作用。什么作用？毕竟如果我们炸了矿洞，等小鬼子清理完，还会抓下一批老百姓来继续开采。可如果我们淹了这矿洞，那可就不一样了。你看这大湖的位置，正好在矿洞的上方。如果我们在湖底多装一些炸药，炸出一个大裂缝，那湖水渗出来就会瞬间淹没整个山谷。到那时候，小鬼子想继续开采，可就难了。这个想法好，还可以避免正面进攻引起的大量伤亡。而且就算湖水退去，土质也会变得松软，这个地方也不宜再进行开采了。这个矿洞就算是彻底废了。就按你说的办。走。老徐，情况有变，我得赶紧设法联系到蔡宝子同志。麻烦你替我上三道园通知一下。
10万火急，赶快呀，老徐！哎呀，我真是没有想到，庞先生年纪轻轻，城府却这么深，居然在我们日军指挥部隐藏了这么久，而我们都没有察觉。你表面上兢兢业业为我们皇军做事，暗地里却把消息传送给游击队，包括那次在扶阳城，太保子能够逃出重围，想必也是你的杰作吧？您还少算了2桩，洛阳监狱救人和袭击黄金运输车，也是我送出去的消息。我真的很佩服你，但是你认为我真的有那么傻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如果不找出真正的幕后之人，那我田园正雄可真就无法向天皇陛下交差了。原来你早就怀疑我了。那恭喜田园先生如愿以偿了。不过，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是吗？好，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有多硬。把人连れてこい。庞先生，你这么做可不是聪明之举啊！蝼蚁尚且偷生，不拼力一试，就不能轻易说不响。有道理，人的本能反应最真实，我就要看一看这本能反应能不能救你的命。老朋友，又见面了啊！我看你们怎么来了？现在日本人查得可严了，对每一个给他们工作的中国人都严加审查，就连我们侦缉队都要交代清楚跟哪些陌生人打过交道。不跟陌生人接触，怎么抓我们游击队啊？怎么收获情报啊？崔队长啊，你就别开玩笑了，我紧张的都冒汗了。最近查这么严，是因为日本人抓住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这家伙相当厉害了。据我听说啊，他深受黑川将军的信任，一直帮着松井大佐做翻译。日军在豫西的所有事务都由他来打理。他被关在哪儿了？动手啊！我们就是为了他才来找你的。你们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他现在关在日军的司令部，别说是你们了，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你少替小鬼子吹嘘，什么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我们的人，我还是把情报都送出来了。行，当我没说，我说错了。你带我们去日军司令部周围看看。别再惹麻烦了，现在日军跟疯了一样，我们侦缉队都吃了好几回亏了，你们别往枪口上撞了。包子。要不然，既然人都来了，总得去实地侦查一下，不然回去怎么跟兄弟们交代？带我们去。真去啊？走。哦，行。哎，没骗你们吧？最近呢，日本人查得可严了。就怕他们任务再次泄露，就连附近的商铺都强制的关了门。确实，就算我们有办法汇进司令部，也会很快被人发现。到时候别说带人出来，连自己都得搭进去。去后面看看。我只想冲进去，把那些小鬼子统统毙掉。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冷静。一旦失去理智，整个游击队都会面临巨大的危险。是啊，蔡队长，君子报仇，10年不晚。眼看着自己的同志承受重刑，只有一墙之隔，我们却无法救他，任务怎么能够忍受？我们现在必须忍，不是只有你蔡宝子有情有义，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抗日做出牺牲。我们进去茶铺看一下。去茶铺。老庞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情报人员，如今没到接头时间，他宁可冒险也要赶去茶铺，说明有非送不可的情报。你的意思是说，老庞会把情报放在茶铺里？我和老庞合作过一段时间，他的应变能力非常强，说不定会给我们留下线索。好，那我们赶紧去。如果真有情报，我们要尽快找到。时间太晚，情报有可能会被别人发现了。对，走。没想到特报科的人也来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变得麻烦了，进不了茶铺，就拿不到情报，相反，还有可能落在他们手里。厂长，要不我去试试？是，我太像马死了，才会被田正宇利用。可是，我也是中国人，我一路跟着你们，你们说什么我也听在心里了。想起当年跟着货郎，也风光过，也体面过。如今任上侦缉队长的位置，没少跟你们做伤天害理的事，真是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日子。对着日本人，也是提心吊胆，恐怕哪件事情做得不满意了，就伸手一出。蔡包子，牺牲太大的事情我不敢说，这点小事儿，让我去做吧。那好，你自己注意安全。好，那我去了。站住！侦缉队的，协助皇军办案。过去吧。哟，田太君，太君，你来干什么？哦，田太君，我听说皇军破获了间谍大案，我特意来协助皇军办案。这里有特高科就够了，不需要你们侦缉队插手。哦，你回去吧。可是，可是什么？还想让我重复第2遍吗？不，是。小日本根本不相信中国人。既然进不去，我们回根据地，再做商议。也只能先这样了。走吧，走。文佩，你看这是什么？这是甲骨文，上面写了3日，最后一个字好像是没写完的金字。这就是老庞留下的情报。上面的意思应该是说，日军改为第3日运输黄金。去除今天的话，我们只剩2天的时间了，得赶快回去布置行动。老庞在自己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还没有忘记传递出情报，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他的良苦用心，他才不会白白牺牲。同志们，我和蔡队长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准备放弃营救老庞的计划，全力攻打矿洞和机场。日军运送黄金的时间提前了，他们准备在后天就要启程去洛阳，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是不是咱们一旦行动，老庞对鬼子来说就失去利用价值了？这是我和蔡宝子同志做过最艰难的决定，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国难当头，唯有前赴后继，不惜做出个人牺牲，才是回报老庞最正确的方式。大家伙，这是老庞用生命传递出来的消息，咱不能让他的血白流，必须完成任务。1两黄金都不能让鬼子运走，那是咱们中国人的财富，宁可毁掉，也不能让它变成残害咱们同胞的武器。我们原计划是兵分2路，从源头到运输过程，彻底粉碎小鬼子运输黄金的美梦。但是，我担心经过老庞的事件后，小鬼子一定会严加防范，机场不比山林，他们的重武器会对我们造成巨大的杀伤力。独立旅在火力上不能够有效地完成突击任务。没错，以前的计划是偷袭，我还有把握，但是现在，小鬼子增加了1个中队。如果是这样的话，除非我们拿着是必死的决心。不，即使把我们的人全搭上，也未必能拿下机场。所以我打算联络上级，让上级派人过来，协助我们一起攻打机场。这个主意好。我听说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推进到陕州和灵宝附近，现在派人来得及。那我们就要选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我和婴儿要负责带队，协助攻打机场，不能分身。崔文佩同志也要指挥营救矿工，摧毁矿洞，任务也是十分艰巨。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还有谁能够完成传递任务。报道，俺要负责炸大坝，脱不了身。我虽然合适，可是我要联络吴老六，到时候好配合崔政委里应外合，救老百姓出去。那我推荐个人吧，我的副官，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放心他，而且我的心腹。朱副官胆大心细，最适合传递情报，那就有劳朱副官了。为了抗日，我义不容辞。别给我丢人啊！是。一会儿散会之后，我把路线图画给你，你到了八路军驻地，就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他们，请他们尽快赶来增援，保证完成任务。怎么不去吃饭？在想你说的话。想我的话。你做事情真的很有计划，1、2、3、4、5，每件事情都计算得那么完美，让我觉得不管任务有多难，都会有信心可以完成。但是你知道我的，我这个人做事情都是凭感觉，往往顾头不顾尾。以前呢，是我爹帮我撑着，现在我自己带刀客，有时候会有点力不从心。别太苛责自己了。只要是人，就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就说我吧，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计算得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像这次来三岛园执行任务，能够遇到你，就是我今生最大的意外。是你让我更加明确自己到底为何而战。有时候，战斗的理由很简单，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为死去的人报仇，为活着的人更有尊严地活着。这念头一直藏在我的心底，让我无法接受被撕裂的痛苦，迫使自己必须坚守下去，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感觉让我有勇气去面对一切困境。但是你已经
第一次和我说这些话。以前总觉得吧，咱们能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去说。可是后天一仗，一场凶险，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想把心里话都告诉你。你对这一招没有信心吗？信心和意外是两回事，不发生关系。我只是不想留下遗憾。那就等到胜利的时候再说。如果有意外，那就在黄泉路上跟我说。就算过了奈何桥，我也不会忘记。彭涛同志说的对，抗战和感情可以两不误的。越是到了紧要关头，越觉得和你相处的时光可贵。在包子，你听着，我邵观音这辈子嫁给你，不管是生是死还是残，没有什么可以把我离开。哎，你看这条道，像不像咱们小时候经常去玩那条道？啊，那会儿咱们3个人，你我包子，淘气的很。老是喜欢晚上出来，跑到人池子里边捉人家的青蛙，有捉萤火虫，还偷吃人家东西，净干一些不着调的事儿。那爹逮着我们就是一顿打。哎呀，这一晃，20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家是什么样了。等打退了小鬼子，我们3个再一起回北平。到时候把荒废的院子重新整理出来，给父亲的坟头也添上新土。到时候咱们回去就不是3个人了啊。对，还有上官英。蔡叔叔在天之灵，应该也可以安息了。我说的不是上官英，我装是吧？我说的是咱们老崔家是不是也得添双筷子了？你说什么呢？我和他都没有相互表白过，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想的？你脸红了，这还表什么白啊？你小点声。这天天跟在屁股后边，都快长屁股上了。但是呢，你大哥觉得这还挺好，这在西方叫骑士精神，比那些虚的强。哎呀，你大哥虽然是有点吃醋吧，但是我觉得这事儿靠谱。等着啊，小子。哎呀，我问你，如果战争结束之后，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家文佩回北平啊？全听旅长吩咐。别叫旅长，我也不是国军了。这样，这么说吧，如果说我以一个未来大舅子的身份，邀请你跟我妹妹一起回北平，你愿不愿意？怎么样？这样也能对我爹有个交代。文佩去哪儿，俺去哪儿。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刘让飞，你明镇3道元的刀客，你现在不好意思是不是？你听见了吗？哥，啊？闹够了没？没闹啊，你听见刚才他说什么吗？你们别去哪儿，哪儿去哪儿。不闹了，不闹了啊！行了，这儿太冷了，我待不住啊，好好照顾他。大舅子看着你呢啊，我得走了，得回部队。旅长慢走，照顾好他。哎，敌手，盯着你呢啊！皆さん、明日は勝負にすごく関わる一日だ。我が皇軍の精神計画に密に関わるぞ。明日は武器と弾薬を用意しろ。朝は僕と一緒にアマド向きだ。王軍の輸出をする。はい。ハスローグの軍隊が我々最大の敵だ。奴らはきっとアマドンのどこかで襲ってくる。だけど覚えてろ。その罠にはまるな。自分の務めだけをしてやれよ。その後で皆さんに披露宴をしなくだ。テクに忠実な我の光栄です。絶対に師匠さんのご期待に応え入ります。それでは頼むぞ。はいはい。我的当家的。少佐，这里还要拜托何大当家的多多照应。何当家的为我们日本人看守要塞有功，等我送完黄金回来，我一定按照约定归还你的女儿。到时候让你们父女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多谢田园少佐。去吧。是。老李，嘱咐大家作战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切行动听从指挥。是，大队长。包子，这次你们的任务非常重要，能否打掉机场，关系到阻止日军空袭函谷关，极大地减少友军正面战场的压力，所以面对的风险也很大。一定要小心。你不用担心，朱副官已经去联络八路军主力了，到时候我们从两面夹击，一定能大获全胜。倒是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蛤蟆洞的日军也不少，万一你们的计划没有及时进行，会被赶来增援的日军切断后路，你们会有全部牺牲的可能。放心吧，我和袁尚飞、老许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这一仗，我们势在必得。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咱出发吧。大小姐，你的枪准备好了吗？当然准备好了，把我当3岁小孩。我现在是副队长，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你什么意思？哎，老袁在跟你说笑呢。我知道。逗他呢。咱们就此别过吧。大家多多保重。走。
现在已经到了奋力一搏的关键时刻，我亲爱的同志们，希望决战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再相见。快，跟上，跟上，快点，快！ 保護です。金はすでに準備完了です。よくやった。補助以外に兵士の全員を集めろ。一番早い時間で全部の黄軍を輸送出そう。はい。別に頼んだ件はどうだったのか。すでに俺山から小道が作りました。いつでも備えます。よし。警備して積み込んだろ。はい。運べ。早く。 六爷，时间差不多了，该行动了。好，兄弟们，传两我。走，走。兄弟们，注意别！糟了，田园正雄这个老鬼，把运黄金的行动提前了。那这样呀，这可麻烦了。这样咱没法偷袭。 也更抢不到他们的武器啊！他们应该还没发现咱们的意图，我们还有9枪的先机。这样，现在咱们就等村委他们大响击中第1枪，我们就冲出去。到时候，把附近港路的几个小鬼子干掉，拔掉敌人的机枪点。好，听你的，兄弟们，准备好，大家该干活的干活，随时等待老许的命令。上回去。 一会儿我们分头行动，你先去把那些重机枪干掉，我带着其他人从正面冲进去。好，你们几个跟我来。跟我走。早く。早く。别。 就是这儿了。包子，你们八路军的援军什么时候到啊？如果有他们的火力支援，我们就不足为虑了。但现在连个鬼影都没有啊！难道是朱副官在路上遇到麻烦了，没把信送到？不行，等不了了，跟约定的时间过去太久了。 咱们不能一无赖生气，估计蛤蟆洞那边都打起来了。你决定了？你犹豫什么？出发之前，文佩特地嘱咐我，让我盯着你，怕你冒不必要的风险。你拦得住我吗？我既然答应了文佩，就要信守承诺。不过这机场不仅仅是玉树那么简单，如果不摧毁它，将来这里会停满小鬼子的轰炸机。所以我一想，既要保证你的安全，又要摧毁机场，唯有我们一起下战场了。
这句话中听。兄弟们，这机场是从咱们独立旅手里边丢的，这是对我们的奇耻大辱。所以今天无论如何都要给它炸了，不能留给小鬼子祸害咱们的同胞，明白吗？明白。弟兄们，一会儿咱们双方协作，共同进攻，一举拿下机场。是。出发了。走吧。兄弟，六爷，你们来晚了一步。田园正雄已经带着第一批黄金跑了，我们没办法通知你们。他现在唯一能去的地儿就是机场，我们一起追上去，支援菜包子和崔文奎。六爷，你带着弟兄们把老百姓安全撤出来，进去200米湖底位置多放炸药，把湖底炸穿。好。六爷，保重。兄弟，咱们活着见。加油！出来，走。走。兄弟们，上车！笹川保護です。中4君の独立の弾は奇襲をかけ、すでに西方艦を破り、ここを目指していきます。奴らは素早い動きだ。共産党の游撃艇はどこだ？つい先の情報です。共産党の遊撃隊はすでに浜田を占領しました。そこの有志たちは全員撃破し、幸い高田少佐は脱走し、今勲章を乗って空港へ向かっている。
田原君は臨機応変でさすが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命令せよ。空港の兵士全員西の方へ集合し、田原少佐が戻ってくるまで独立旅団が襲名せよ。それから運送機の無知助力を保証しろ。大佐が独立旅団は非常に近いです。避ける方がいいです。逃げられしねえ。きっと奴らを殺せ。我这边没人。旅长，我这是偷的。大队长，我这儿也没有人。不可能！我的人盯着宋铁呢，说他这两天一直在机场没挪过窝，不可能凭空消失了。不好，这是个陷阱，赶紧射！大家快撤！隐蔽，大家隐蔽！隐蔽，隐蔽！セルタジョじゃないか。村连长，わしの空港を狙ってくると思うだよ。我就知道你们会袭击我们的机场。手原君は貴様のためにものけのから作ってやったんじゃ。可以为你们设计了一场空城计，还是田园军了解你们这些中国人啊！この戦いはもう諦めろ。さっさと降伏しろ。这一仗就不要再抵抗了，乖乖的缴枪吧。你了解个屁！老子打娘胎里面生下来就不知道投降两个字怎么写。なんとよ韓国だ植物人だろうね。抵抗したら死ぬだけだ。放て！开始我们秒赛了，我们下车。大家下车！听着爆炸声，是豹子和你哥得逞了。未必，这爆炸声中还夹杂着激烈的枪战声。如果他们得逞，小鬼子不应该再对他们造成干扰。照你这么说，是小鬼子重武器发出的声音，极有可能。那我们赶紧支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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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子，开包子！你看到那几个油罐了吗？必须把他们炸掉才行。但是敌军攻势太强，火力太猛，所以硬拼。全ては田原少佐の思った通りです。共産党の遊撃隊と水軍区の独立ルトンはいずれも松井大佐に包囲され、全滅させ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す。ただあんなに長いことを持ちこたえられる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敵に先手を取れたのは奴らを見くびったことはないんだ。勇気も謀略も狐みたいんだ。ジャンゴンユの部隊が比べないんだ。奴らこそ我が日本の真の敵だ。推進計画の邪魔だ。はい。少佐殿、いよいよ時間です。不安からの運送機はもう到着するから、そろそろ出発しないと。给我上炸药包！火力掩护！出口！上！
吧，说好的在一起。机场是在老子手里丢的，老子自己把它夺回来。听我说，如果我有什么事，我那帮兄弟就交给你了。秦奎，这事我不管，要带你自己带。老子，你爹的事，对不起。陈老奎，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妹妹。所以我得做一件让我妹妹值得骄傲的事儿。陈老奎，我离眼过。老奎，陈老奎。为什么看不上这么多运输黄金的车？先别管他了，救人要紧，咱们赶紧冲过去！上！発射の準備を。副橋を目指す。何？副橋へ？空港ではないか。もしみんなが飛行場を動こうとしたら、急ぎして大軍を送れってことも。ならば、即行く意味は。でも松井大佐はもう調整を握って我々を待っています。松井大佐に奴らを囲まれたが、だけど奴らの元は相変わらず大軍だ。そこへ出たら、奴らは何があっても必ず大軍を奪いに来るぞ。なるほど。さすが少佐ですね。でも松井大佐の方は。これ以上はその大軍を何のミスもできないぞ。我が日本帝国のために命を捨ててもらおう。他には大事じゃない。松井大佐をそこで引きつけてもらおう。回り道を吹くようだ。これらの大軍を無事に黒川将軍の手に送ればなかなかの手柄だ。個人損失なんてはその栄養に比べないんだ。それが松井大佐が理解できるんだ。为了所谓的圣战，可以牺牲无辜者的生命，也可以出卖自己的同胞。这样的胜利，你问心无愧吗？おい小兵。
你倒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啊！是啊，忠心耿耿，忠到我把我的老婆和女儿都给忠进去了。我今天来，就是向你讨个公道。跟我讨公道？哈哈哈，笑话！你不过是我们日本人养的一条狗，眼下，整个中国将都是我们日本人的，你只有跟着我们，才能有口饭吃。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选择吗？你杀害了我的老婆，我的女儿，你杀害了对我恩重如山的大当家，这笔血债怎么计算？哼，中国几十年沉疴疾病，就像一个行将朽木的老人，而我们大日本帝国，犹如初生朝阳，普照四方，取而代之，那是大势所趋，这才是千里公道。那些个人顽固不化，不愿乖乖做顺民，也是他们自取死亡。把丑恶的罪行说得再好听，也掩盖不了禽兽的本质。今天还想掠夺我们的黄金，你简直是痴心妄想！我不会让你得逞。是吗？就凭你？就凭我这条狗，我之前甘心情愿给你做狗，是因为担心我老婆和女儿的安全。如今，他们都被你杀害了，我就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何师爷，请你相信我，我们大日本皇军一定会好好善待你的。你跟我去扶养，有好多美女在等着。到那个时候，你不照样可以有老婆孩子吗？我老婆和女儿活着的时候，都希望我做一个好人，可是我一直没有做到。我整天在愧疚中惶惶不可终日。可是今天我做到了，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去面对他们了。みんな気が狂ってる。宝子はもうすぐ来る。君たち全員死ね。いや
前三道院，英雄儿女保家园。为了抗日民心齐，不怕牺牲不怕难。为此希冀的梦破碎，在这玉溪玩溜弯，那个玩溜弯。将星陨落，英雄消失，实在是让人惋惜啊！我大哥常说，军人就要战死沙场。如今也算死得其所了。崔文奎在去世前，把他的独立旅托付给了我，让我带着他们继续参加抗日行动。那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与刀客们编入一处，统一划归到独立大队吧。独立旅也是一支作战经验丰富的劲旅，对你们以后的抗日斗争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是。另外，军分区的首长也委托我，对你们这次的行动表示嘉奖，认为你们的成功啊，首先是统战工作上的胜利，不仅让许多的爱国武装力量加入了我们，也让一部分替日本人工作的汉奸也改邪归正了，从战略上孤立了日本人，彻底的打碎了日本人运送黄金的美梦。尤其是上官英同志、袁尚飞同志，表现非常突出。由于你们的爱国情怀，让日本人陷入了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10万刀客就像10万把钢刀，狠狠地将祸害中国人民的松井和田园2个老鬼送上了断头台和黄泉路。多谢首长们的鼓励，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基于抗日局面的顺利开展，我们的部队很快将会挺进洛阳以南，将在那里设立新的战略区，对日本人的主力进行袭扰战阻击，从根本上迟滞日军西进函谷关。那可是跑到了黑川眼皮底下大闹天宫啊！想想就觉得过瘾。可是，我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你们这一对好搭档将要被拆散了。军分区首长很看重崔文佩同志的敌后工作经验，决定调崔文佩同志到洛阳的敌占区担任组织和统战工作，配合部队扩大那里的抗日根据地。坚决服从上级安排。我没意见，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稍后，崔文佩同志将和我一同回到军分区司令部报道。你们之间还有什么话，就抓紧时间说吧，我就不耽误你们了。走吧。大哥，走了。六叔，您保重。英儿，你们也多保重，多保重。蔡兄弟，你们都保重，保重。旅长，走了。我们都是八路军战士，身许国家，
对这种临时的分配和调动，早就习以为常了。只是没想到，分配来得这么快。我刚来陕州的时候，也没想过会遇见你，更没想到我们会一起打鬼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也许身处乱世，相聚本来就是一件奢侈的事。只有等到赶走侵略者，我们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重逢。等到天下太平了，我们一起回北平，了了我大哥的心愿。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还有人等着跟你道别呢。文佩，多保重。我要走了，你没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俺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俺当然愿意。俺答应过你大哥，要守护你一辈子，只要你不嫌弃，你去哪儿，俺袁尚飞就跟你去哪儿，生死不弃。终于说出来了。分配同志，袁尚飞吧嘴笨，但是心里暖着呢，以后多担待啊，对人家好点。以后我的工作就交给你负责了。放心，一定努力打理得井井有条，向你学习。告辞。大小姐，保重。包子，对大小姐好点儿。你也多保重。文佩，袁尚飞。包子，咱以后还能再遇见他们？一定会。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就是我们重逢之时。大当家的，我走了，我把刀客和婴儿都带走了。婴儿在我身边，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您就放心吧。爹，咱刀客现在加入八路军了，我们会对得起您，还有死去的兄弟们。我和包子一定会完成您的遗愿。